我和陆景川9年爱情长跑，为了我，陆景川高考改了志愿，学配音，进了配音圈。我们一路相濡以沫，成了众人羡慕的模范情侣。可领证那天，他却因一通电话舍我而去。桑桑，工作室有急事，我必须先过去一趟。结婚证咱们改天再领。陆景川匆忙地说。其实我知道，陆景川不是回工作室，而是要去找他的师妹。他师妹刚在群里跟他表白，并威胁他，你要是不过来见我，我立马从天台跳下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桑桑，我真的快来不及了，乖，你先带妈回去。陆景川匆忙地在我额间印下一吻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孩子，大庭广众之下还这么没羞没臊的。我妈在一旁抱怨，嘴角的笑却快咧到了耳根。她原本是想来见证我的幸福，没想到却见到了我最难堪的一刻。我没有揭穿陆景川的谎言，因为我怕我妈受不了这个刺激。毕竟我和陆景川一直是亲友眼中的模范情侣。当初他为了追我，不惜放弃高考最后一道大题和我考去同一个城市，只因为我的一句“你的声音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不应该被埋没”，而毫不犹豫地扎进配音圈。而我也为了他，放弃了家乡稳定的工作，陪他北上闯荡，做他贴心的贤内助，让他心无旁骛地追求自己的事业。他说，等我在配音圈闯出名气，我们就结婚。如今终于等到这一天，可他却因为他师妹的一句话弃我而去了。景川平时工作忙，你要多体谅他。夫妻之间要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对方的不容易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妈一直在絮絮叨叨地说着，但我一句话都没听进去。直到送我妈进门，我才一个人回到车上，失声痛哭起来。过往那些甜蜜的瞬间，那些争吵的日子，还有那些守望相助的时刻，一切的一切都像发了疯似的涌入我脑海，心像被撕裂了一样，痛得无法呼吸。陆景川他终究还是和杨婉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了呀。我第一次听到杨婉的名字，是陆景川刚进配音圈的时候。当时他一边吃饭，一边跟我吐槽，我们配音班里有个女的声音很好听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她居然是个大胖子。爆照的时候，直接把我们群的男生都吓懵了，哈哈哈！我看了陆景川给我看的照片，照片上的女孩顶着一张大饼脸，虽然有些胖，但仍然可以看出她的五官其实长得不错。于是我辩道，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，这姑娘要是瘦下来，说不定是个大美女呢。不可能！陆景川坚决否认，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经常能从他嘴里听到杨婉这个名字，不过那时他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，在诉说着这个胖女孩和群里那些男生对骂的一些趣事。甚至在杨婉和群里另一个男生打赌减肥时，陆景川还嘲讽他，这小胖子刚刚还在群里说减肥，结果没到5分钟就晒起了烧烤。他这要是能瘦下来，我把我的头割下来给他当球踢。这一次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附和他，因为在听到小胖子这个称呼时，我心里觉得有点不舒服。自那以后，陆景川再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杨婉。我以为这是他们几个男生玩性过了，懒得再理那个性格开朗的女孩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经过陆景川电脑前，无意中看到他打开的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女孩清纯可爱，一双大眼睛灵动有神，模样虽然变化很大，但我仍能一眼看出她就是杨婉。
一股没来由的危机感涌上心头，我没忍住冲动，点进去看了群里的聊天记录。卧槽，这是丑小鸭变成了天鹅？请问你是要亮瞎我的狗眼吗？冒昧问一下大家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女朋友吗？几乎所有人都在夸杨婉，唯独陆景川却发了一句，也就一般般，还不如以前顺眼。杨婉气得给他发了好几个捶打的表情包，埋怨他，你就是天天见不得我好。陆景川，到底是谁先见不得谁好？底下有人回复，行了行了，你俩别一天天地在我们面前打情骂俏。桑桑，身后突然传来陆景川紧张的声音，我猛地回头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你在干什么？陆景川急忙走过来，挡住了电脑屏幕。我刚刚觉得太安静了，想用你电脑放下音乐，你就进来了。陆景川这才松了口气，扶住我肩，温柔道：很晚了，还是不要放了，我们睡觉吧。哦，好。那一晚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直觉告诉我陆景川和杨婉有问题，但仅凭我看到的几句话，我又没有底气和他撕破脸。毕竟单凭那几句聊天记录，不足以证明他喜欢杨婉。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很快就会生根发芽。自那以后，陆景川每次一上麦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留意他和别人的对话，可那些对话都很正常，没有任何越界之处，更没有提到过杨婉。相处久了，彼此之间一点微小的变化都能让对方察觉。陆景川主动找我，桑桑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我欲言又止，转而问他，陆景川，你还爱我吗？他捏了捏我的脸，宠溺笑道，傻瓜，我不爱你爱谁？只爱我一个人。陆景川手微微一滞，但最后还是坚定道，当然，你可是我18岁就立志要娶到手的人啊！我猛地抱住他，眼泪哗哗落下。那我们去领证吧。9年的感情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我不想因为这一点猜忌就放弃。我想着，只要他还愿意跟我结婚，只要他还像以前那样爱我，那么我可以原谅他在漫长的爱情长跑中唯一的一次失神。好，只要你想，咱们明天就去。他答应了，可最后他失信了。晚上陆景川到家时已经是凌晨1点啊！他打开灯，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我，整个人被吓了一跳。桑桑，你怎么坐在这里不开灯？我压着怒气反问。我们不是一直有约定，如果超过晚上12点不回来，一定要给对方打电话报备吗？哦，陆景川挠了挠头，有些慌乱道，我今天有点忙过头了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我没有理他，自顾走到餐桌前倒了杯水。生气了？陆景川从背后抱住了我，将头枕在我的肩上。大姨妈来了，有点不舒服。我随口敷衍一句，心里却在想着怎么跟他摊牌。不舒服，你还不赶紧喝姜茶？陆景川转身就要去柜子给我找姜茶，然而他才打开柜门，身子便顿住了。半晌后，他转过头愧疚道，抱歉呐，桑桑，昨天答应了要帮你带姜茶回来，我不小心又忘记了。我是痛经体质，陆景川一直很重视我的生理期，以前他总是会提前备上很多姜茶，可这2次，即便我提醒了他，他还是忘记了。原来不经意间，他早就学会了敷衍我。不等我说话，陆景川又补充道，不过不要紧，我这就给你点个外卖，阿婆家的姜茶效果很不错，他们凌晨2点才关门，我这就给你。话没说完，他自己又愣住了。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这家店，他一个大男人怎么会知道呢？哦，之前我们有次加班，
有个女同事突然来了大姨妈，她和你一样，一来大姨妈就不舒服。我是见到她点了外卖才知道这家店。陆景川慌乱地跟我解释，短短一句话，他就磕巴了好几次，兴许是被他气到了。我腹间突然一阵绞痛，只能咬牙应付他。不用了，太晚了，我喝点热水就好了。也行，那你喝完就先去睡觉，我去书房录几句词就去陪你。我躺在床上缓了很久，小腹的疼痛才有所缓解。片刻后，我打开手机，切换了微信小号。之前在发现陆景川跟杨婉之间有火花后，我就用小号打入了他们聊天群，几十号人的群，好多人都在潜水，所以陆景川也一直没发现我的存在。我刚点开群消息，就看到杨婉发了一张自拍，照片发出不到2秒，一波评论就接踵而至。哟，早上不是说要跳天台，现在怎么又开始卖萌了？木槿把你给哄好了。木槿是陆景川在配音圈的昵称，怎么成功拿下木槿了？早上杨婉在群里表白，陆景川没有做任何回应，所以他发了一张站在天台上的照片威胁。这会儿杨婉没事人一样发自拍了，群里自然就好奇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。我也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背着我确定关系了。然而陆景川回复道：你们别乱说，我和杨婉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杨婉发了个委屈的表情包，也附和道：对，木槿现在是我哥，以后你们别乱开玩笑了。哟，这么清白，那你早上的表白是在发疯？路人又开始起哄。杨婉没回，陆景川解释道：小家伙把台词发群里而已，你们还当真了？小家伙这个词成功恶心到我了，我再也看不下去，颤抖着手在群里木槿，你在这里认妹妹，你女朋友同意了吗？又接着的杨婉，木槿都要结婚了，你还上赶着表白，是想做小三吗？消息才发出，门口就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。陆景川冲过来，一把掀开我的被子，抢走了手机。群里那个人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呵，他居然忘了，他可是被我带进配音圈的。当初先开始接触配音的人是我，但因为这行能混出成绩的人寥寥无几，再加上我们刚毕业没什么钱，我便转而去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，让声音更有天赋的陆景川继续坚持。我这个名为桑榆的小号就是我入行时用的。我强忍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，努力让自己平复下来。你监视我？陆景川满脸的不可置信，而我只是冷笑。我不监视你，怎么知道你骗了我？陆景川这才反应过来，解释道：对不起，我今天不是故意的，是杨婉，是他用跳楼威胁我。他为什么要威胁你？你是他什么人？陆景川语塞，半晌才道：他有抑郁症，我只是不想他死，那毕竟是一条人命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嘲讽道：群里那么多人，他怎么就偏偏赖上了你？我也不知道。陆景川语气变得心虚，又继续解释：还有，我认他做妹妹也只是权宜之计，我怕我激怒他，他又会想不开。你那么担心他，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几乎是吼着说出了这句话。陆景川见我激动，一把抱住了我。对不起桑桑，这件事是我处理的不好。杨婉她年纪小，个性又冲动，我怕我惹恼了她，她会做出疯狂的举动。她不像你这么成熟，可以好好。够了！我一把推开陆景川，冷冷道：我们分手吧。陆景川愣住，半晌后又笑道：桑桑，你别闹了，你现在在气头上，说的话都不是真心的。
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对杨婉动心，而且我今天已经和他说清楚了，我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。这些话你留着和杨婉说吧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。陆景川脸上的笑容消失。桑桑，你不能这么无理取闹，我都跟你解释清楚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我要你滚，滚，快给我滚，滚出去！好，你现在在气头上，我不惹你生气。今晚我睡书房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我起来给你做早餐。陆景川说完，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。都这时候了，他还想着明天起来给我做早餐。我突然特别恨他，恨他为什么不能干脆一点。陆景川离开不久，杨婉就给我发了个好友申请。嫂子，你还在生气吗？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我心中一阵恶心，正想把他拉黑，却在看到他头像的那一刻顿住了。杨婉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坐在摩天轮上的自拍，照片的一角还露出了另一个人的肩膀。那人的穿着和陆景川今天穿的一模一样。陆景川居然陪他去坐了摩天轮，心再次被揪了一下。陆景川有恐高症，以前我们一起去游乐场，他总说害怕，从不肯陪我去坐一次摩天轮。可今天他居然为杨婉破了例，他怎么敢信誓旦旦地说只爱我一个人？腹中再次传来绞痛，我痛苦地缩成一团，脸上血色尽失。也就在这时，方才死寂的群突然又活跃起来。有人在群里发了一个关于国际动漫节声优大赛的文章，很多人都嚷嚷着报名，还有人拉木槿，问他要不要参加。陆景川没有回复，我以为他是睡着了，我也就兴致缺缺，刚想退出群聊，来电铃声就响了。喂，是嫂子吗？是杨婉。我刚想挂断，他又急忙道：“你先别挂，我就跟你说2句话。”好，你说。他让我很烦，我让他一次性说完，他应该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吧？嫂子，我跟木槿真的没什么，我们现在只是朋友。所以呢？杨婉，所以你能不能不要阻止他参加比赛？在我们这个圈子，这种比赛……我打断了他的话。我什么时候阻止他参加比赛？如果你没有阻止他，那他为什么跟我说，如果他参加比赛你不开心，那他就不参加了？呵，原来陆景川刚才一直在跟他联系。我冷笑，他参不参加关你什么事？你有什么立场跟我说这些？杨婉沉默了一会儿，片刻后才道：“嫂子，你能不能不要因为自己大姨妈心情不好，就随意干涉木槿的事业？你知不知道她为了做好配音，付出了多少努力？你说了那么多，那你知道她为什么会去学配音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告诉她，她的声音很有天赋，我想在电视上听到她的声音，她才去的。”杨婉不说话了，不一会儿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刚放下手机，没几分钟，陆景川突然闯了进来。你为什么要让杨婉退出比赛？他语气平静，但我仍然能感受到他在极力压制着怒气。什么意思？陆景川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他有抑郁症，你为什么还要刺激他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陆景川恼怒，杨婉退群了，还说要退出配音圈。刚刚他发的那条朋友圈不是因为你吗？我觉得很搞笑，忍不住通过了杨婉的好友申请，想看看他那条朋友圈。他发的是一堆杂得稀巴烂的配音设备照片，配文是：如果我的离开能助你高飞，我愿意永远留在黑暗中。我觉得更好笑了，所以你觉得是我叫他退出配音圈，难道不是吗？我直接抄起枕头就狂乱砸陆景川，他自己发疯砸设备，关我什么事？他发条朋友圈你就心急，你怎么不直接去陪他睡觉？够了！陆景川一把握住我的手腕，
将我扔回床上。我人还在这里，你别给我乱泼脏水。兰桑，我可不欠你。腹部的绞痛再次袭来，可我心如死灰，觉得在这个屋子一刻都待不下去。我忍着剧痛下床，拿起一件外套就往外走。就在我快出门的时候，陆景川又一把将我拉住。这么晚你还想去哪？不要你管！我一把甩开他。由于力度过大，我感觉我整个小腹都在下坠，痛得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可陆景川又拦住了我。我都决定为了你放弃比赛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参不参加比赛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呵，当初明明是我鼓励他入的圈，现在他闯出名气了，就觉得我是他的绊脚石了吗？分手，我只想分手，立刻马上分手！陆景川暴怒，兰桑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我直接炸毛，抄起高跟鞋就往他脸上砸。啊！陆景川惊叫一声，额头渗出了血。趁他迟疑的片刻，我冲进电梯，快速下楼打车离开。车上师傅问我：“小姑娘，你要去哪？”随便。师傅，我看你脸色苍白，是不是生病了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好。我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。方才和陆景川吵架，我一滴眼泪都没流。可这一刻，陌生人随口的一句关心，我直接破防了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晚折腾得太累，我竟然在车上昏睡了过去。醒来第一眼，我看到了我妈。你怎么回事？这么大的人了，还不会照顾自己？我妈一边怪我，一边帮我掖毯子。我扫了一眼四周，正想说什么，她又抢先道：“别看了，我知道你肯定是不想让景川担心。放心吧，我没有告诉他，不会影响到他加班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还没想好要怎么跟他说我分手的事。我这次是生理期碰上发高烧才昏睡过去，挂了几瓶水后，我感觉好了很多。天一亮，我就和我妈回了她租的房子。我妈也没多问，因为我和她说陆景川有比赛，出差去了，我暂时就住她这。我们老家在市，在当地不说富贵，但也算是小康之家。我妈跑到跟我一起北漂，纯属是为了催婚。一想到这，我心里特别恐慌。好在没过2天，闺蜜苏晓就打电话通知我去参加同学聚会。我直接请了年假，打算去放松几天，也好避开我妈的唠叨。临走时，我妈突然问：“你和景川打算什么时候再去领证？”我心里紧张，面上却强撑着他这次比赛很重要，我想等他忙完这阵时间再说。景川他真有这么忙？真的，他真的很忙。其实我也不完全是撒谎，因为陆景川这几天一直在给我发消息，其中就提到了参加比赛的事儿。不过我没理会，只是默默退群，把他拉黑了。我刚出门，苏晓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对了，记得要带校服过来。”我这次聚会的主题可是火辣青春。苏晓是大学班长，经常会搞些花里胡哨的组织活动。想到他以前对我的诸多照顾，我还是决定要支持他。于是我便又转头回陆景川那拿校服，反正这个时间点他也不在家。然而我还是失策了，因为我一进门就听到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。我一抬眼就看到杨婉夹着螺蛳粉往陆景川嘴边送。陆景川虽然一脸嫌弃，但依然张着嘴等对方投喂。许是那螺蛳粉太烫，陆景川嘴刚刚碰到，脖子便猛地往后一缩。烫，我再帮你吹吹。杨婉说完就踮起脚尖凑上去帮他吹，两人挨得很近，一时间两人鼻息交缠，唇间不过咫尺。陆景川脸刷的就红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忍不住出声嘲讽。
陆景川猛地转头，看清是我，他吓得后退几步。杨婉也猛地撤回手里的碗，汤水都溅了出来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陆景川朝我走来，面上是掩不住的慌张。我嘲讽一笑，我不能回来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放心，我只是回来拿件衣服，待会儿就走，不会打扰你们很久。我打断他的话，自顾进了卧室找衣服。这次我只拿几件衣服，等我找好房子，我再回来收拾行李。我开始收拾常穿的衣服。桑桑，刚才的事我可以给你解释。杨婉只是过来给我送设备，然后她肚子饿了，就借我们厨房煮了一碗螺蛳粉。她不说还好，一说这个我就来气。你下次哄女人能不能别用我的东西？我的螺蛳粉我就是留着长冲，也不想给你们这些垃圾玩意吃。我吼得陆景川吓了一跳，门外也随之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关门声。陆景川回过神来，哀求我：“对不起，桑桑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杨婉要走了，我得把我刚才录的音频文件给他。”他说完就追杨婉去了。我没有等他，只是迅速拿了几件衣服就匆匆出门。临走时还顺便把钥匙扔进了垃圾桶。那天陆景川换了一个号码，几乎要把我电话给打爆了，可我一个都没接。哼，最烦这种渣男！你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他还迟迟不肯结婚。从这件事我就知道他这人不行。苏晓骂骂咧咧，好一会儿才缓和道：“不过没关系，现在分手了，有的是好男人等着你。姐今天就带你找个更好的。算了吧，我现在对男人过敏。别这样，人生苦短，你不应该吊死在一棵树上。”说话间，苏晓已经把我拉进了包厢。哟，兰桑居然也来了，真是稀客呀！前几次请都请不来你和温实验。大嗓门的团支书说完，我一眼就瞧见了角落里敲键盘的温实验。温实验曾是我们学校的校草，长相身材自不必说，如今经过了社会的洗礼，更增添了几分成熟韵味，显得气度不凡。听说他大学毕业后直接创业去了，如今已经是好几个大公司的老板。想不到他居然还有空回来参加同学聚会。苏晓凑到我耳边奸笑道：“前几次你不来，温实验也不来，这次我一说你来，他就算再忙也立刻带着笔记本过来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温实验大学时可是我们学校的大红人，那时追他的人都排到了法国。且不说我当时正在和陆景川交往，就算是单身也挤不到他跟前说上几句话。记忆中我和温实验的唯一一次交集，还是在校园招聘会上。当时温实验问我：“兰桑，毕业后你要去哪里发展？”他话音一落，我就看到陆景川朝我走了过来，周围的人笑着打趣：“这还用问？兰桑肯定是夫唱妇随了。”我刚想回答，转头却发现温实验已经离开了人群。自那以后，温实验这个人便彻彻底底在我世界中消失了。兰桑，快过来坐，好几年没见你了。团支书笑着腾出了个位置给我。怎么，只给兰桑坐不给我坐？苏晓一屁股就坐了过去。如此一来，沙发上只剩下温实验旁边还有一个位置，我只好走到温实验旁边，刚想坐下，旁边的苏晓突然大笑一声，胳膊肘直接撞到我腰上，我身子一晃，险些栽到茶几上。好在温实验及时出手，一把将我拉了回来。小心点！温实验见我站稳，又触电一般松开了我的手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温实验喉头滚动，声音有些沙哑。就在这时，团支书突然 cue 我：“兰桑，你老公怎么没来？”大学时，陆景川经常来班上找我，
示意班上很多同学都认识他。我有些尴尬。苏小解围道：“什么老公？我们桑桑现在是单身贵族啊！兰桑，你们分手了？你们谈那么久也能分手？为什么分手呀？”同学们纷纷上前八卦。苏小一把拦住他们，强势道：“不许问，玩游戏的时间到了，谁来？”苏小一向很有威严，他这么一说，立马有人响应：“好好好，玩游戏，玩游戏，玩什么？要不先来个真心话大冒险开胃？行，那我去拿个瓶子。”苏小起身去拿瓶子，他一走，团支书就起身走到我旁边，可他还没来得及坐下，温实验就抢先坐到了苏小的位置。我也玩，我被温实验挤到了角落，但却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我很早就知道团支书对我有意思，眼下我实在是招架不住他的热情。在苏小的招呼下，大家很快就热络起来。他熟练地转动着啤酒瓶，第一次就指向了温实验。哈哈哈，终于被我逮到你了，温实验，你选大冒险还是真心话？温实验，真心话吧。苏小暧昧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继续问温实验：“你一直没处对象，是不是在等一个人？”温实验眉头一皱，但还是老实答道：“是。”苏小，那个人在不在现场？此话一出，现场女生都期待地望向温实验。温实验眸光一敛，余光落在了我身上。他刚想说什么，团支书却抢先道：“一次只能问一个问题。苏小，你犯规了呀！”苏小无奈，只得把瓶子推给温实验。温实验一转，那瓶子转了2圈，慢悠悠地停在了我面前。我生怕他们叫我上台表演，主动道：“我也选真心话。”温实验突然面色紧绷，眸中闪过一丝慌乱，半晌后，他才压低了声问：“你还需要多久才能开始下一段恋情？”我愣住，温实验，你等的人该不会是兰桑吧？不知是谁问了一句，周围开始纷纷调侃。我说大忙人温总怎么会突然来参加聚会？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行啊，你温实验藏得那么深，完了，咱们团支书没戏了。我突然觉得很尴尬，忍不住起身：“对不起各位，我忽然有点不舒服，先回酒店了。”说完，我拎起包跑出了包厢。兰桑，我刚到外面喘口气，就听到背后有人叫我，转头一看，是温实验。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唐突了。回想方才，他的问题其实也没什么，只是同学起哄，我才觉得很尴尬。于是我道：“该道歉的人是我，是我扰了你们的兴致，是我不该在这个时候问这种问题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。”苏小追了上来，指着温实验道：“所以你应该和兰桑道歉。”是，我该道歉。苏小话锋一转：“道歉可不能这么简单。这样吧，你请我们2个吃饭，我就代表兰桑原谅你。”苏小，我刚想劝苏小，温实验却一口应下：“好啊，兰溪湖那边新开了一个主题餐厅，你们应该会喜欢。”苏小，好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忍不住将苏小拉至一旁：“我才刚分手呢，你这是想干嘛？”苏小振振有词：“陆景川没分手就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，你都分手了，还打算为他守身如玉。可是我还没做好准备。”苏小，好男人是不在市场流通的，你再不抓住温实验这条漏网之鱼，以后怕是再遇不到这样的极品了。就这样，聚餐被苏小强行定了下来。回到酒店，我接到了一个本地号码的来电：“喂，桑桑。”居然是陆景川。我刚想挂断，陆景川忙道：“你先别挂，我说完2句话就不打扰你。”“好，你有屁快放。”陆景川，我看了苏小的朋友圈，你们在聚会，
你没什么正事，我就挂了。别，是这样的，我刚好来这边比赛，咱们能不能见一面？不见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没同意就不算分手，随便你，反正你在我这已经翻篇了。我懒得再理他，直接挂断电话。谁知不一会儿，他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：比赛结束我就去找你，或者你也可以来酒店找我。这几天我一直在酒店练习，你可以随时过来。我把酒店地址发给你。我直接把他拉黑了。4日，我和苏晓先去看了以前的老师。第3天，我们才去兰溪湖赴温实验的约。看吧，这地方风景宜人，视野开阔，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，是不是没白来？不错。我们站在半山腰上，俯瞰着整个兰溪湖，微风迎面拂过，确实沁人心脾。就在我沉浸在美景中时，苏晓推了推我的胳膊：“你快看看温实验，像不像孔雀开屏？”我转头一看，直接愣住。温实验今天虽然穿了一套休闲装，但配色讲究，饰品点缀恰到好处，帅得跟明星似的。周围不少人都对着他拍照。妈的，温实验真特么帅！苏晓忍不住又感叹一句。确实，我随口应了一句，苏晓却突然大喊：“听见没有？温实验，桑桑夸你帅呢！”我脸蓦地一热，温实验更是耳根通红。太阳有点大，我们还是走到上面的餐厅去观景吧。好，我尴尬地拉上苏晓，跟上了温实验。然而没走2步，苏晓突然揪住我的衣袖：“桑桑，你快看，那人是不是陆景川？”我循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，果然就看到了陆景川。此刻陆景川正搂着一身婚纱的杨婉，两人在摄影师的指点下摆出各种暧昧的姿势，杨婉还时不时传出咯咯的笑声，看样子十分幸福。真恶心！苏晓大骂一声：“我们走！”我拉着苏晓离开，身后却传来了陆景川的声音：“桑桑！”我加快脚步，却还是被他追上来，抓住了我的手腕。“你干什么？”温实验推了陆景川一把，将我拉至身后。陆景川看了一眼温实验，又看了看我，嘴角溢出一丝嘲讽的笑：“你这么着急跟我分手，是想和他在一起？兰桑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！”啪！我冲上去给了陆景川一个大耳刮子：“你嘴巴放干净点！桑桑，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！”陆景川捂住脸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：“我打你是因为你嘴贱。再说了，你自己都跑来拍婚纱照了，还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没有。”陆景川这才反应过来，解释道：“是杨婉的朋友开了个摄影店，我们给他当模特而已。”是我找他们帮忙的。旁边的摄影大哥赶忙跟着解释。苏晓冷笑：“呵呵，陆景川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！是不是下次杨婉叫你帮他生孩子，你也帮？”你……陆景川语塞，随即冷哼一声：“我不跟你计较，我和兰桑之间的事不需要你多嘴。”陆景川说完就把我拉至一旁。温实验刚想上来帮忙，却被我用眼神给制止了，因为我觉得我有必要和陆景川把话说清楚了。“桑桑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爱上温实验了？大学时我就觉得他看你眼神不对。”陆景川，我就算爱上谁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我可是你男朋友。够了，陆景川！我指向不远处的杨婉：“你要是真当自己是我男朋友，你就不会在领证那天走，更不会骗我在酒店又跑来陪他来婚纱照。”陆景川眼底闪过一抹心虚：“桑桑，杨婉她有抑郁症，我不能。”“我知道，所以你下半辈子就好好照顾她好了，你以后也别来烦我了。我现在看到你，只觉得恶心。”陆景川脸色煞白：“桑桑，
你来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所以求你以后不要再来缠着我了。以后咱们各过各的，谁也别去打扰谁。我说完，直接甩开了陆景川的手。陆景川一个踉跄，险些栽倒。木槿、杨婉过来扶住陆景川，却反被陆景川吼了一声：“滚开！”杨婉吓得往后一缩，眼泪啪嗒啪嗒就掉下来。我懒得再理他们，叫上苏晓和温实验一起离开了。因为陆景川这么一闹，我已经完性全无，再加上苏晓公司临时有事，当天下午我就想直接回家，可回去的票居然全卖光了。发愁间，温实验提议，要不我送你回去。一想到他平时工作那么忙，今天我又扫了他的兴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麻烦他，仍是坚持自己打了个长途滴滴。温实验无奈，只能交代了一句：“好，到家报个平安。”好，兴许是今天太累了，上车没多久我就睡觉了，直到快到家的时候，司机才拍了拍我：“姑娘，你要不要先叫你家人下楼等你？”我迷迷糊糊：“不用了，还是叫一下吧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”司机仍是坚持，他见我无动于衷，又解释道：“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自从你上了车，有一辆车一直跟着我们。”我心头一跳，回过头，果然看到一辆迈巴赫跟在我们后面。不管司机如何调整速度，那辆车始终与我们保持着同样的距离。我吓得赶紧发信息叫我妈出门等我。等我进了门，那辆迈巴赫才缓缓开走。也就在这时，微信突然收到温实验消息：“早点休息，晚安。”我心头一惊，难道刚才那辆迈巴赫是他的？他是不放心我晚上打车特意跟着回来的吗？我已经不是那种不谙世事的小女孩。温实验这几天的表现让我忍不住怀疑，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呢？然而我想了半天，愣是一点头绪都想不出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还没起床，我妈就悄悄响了我的房门：“桑桑，景川都快等你1个小时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”我一个机灵从床上蹦起，清了清嗓子才应付道：“妈，你叫他走吧，我今天不舒服，还想多睡一会儿。”“桑桑，你不舒服吗？”门外的声音已经变成了陆景川。我没有理他，片刻后他又自顾道：“桑桑，我拿了身份证过来，今天我们一起去民政局领证吧。桑桑，你赶紧出来吃早餐，和景川一起去民政局。”我妈也跟着劝。顿了片刻，她又道：“你跟景川之间的误会，他刚才已经跟我解释过了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”我猛地开门，惊得门外两人一个趔趄。我妈、杨婉的事，景川已经跟我说清楚了。景川那么优秀，有人喜欢他很正常，只要景川喜欢你就够了呀。我冷笑一声，到了这时候，我也不必再藏着掖着了。妈，陆景川上次没和我进去领证，是因为他急着跑去安慰杨婉，根本就不是回公司加班。什么？我妈一脸震惊。陆景川慌忙解释：“妈，这事我可以解释。当时杨婉正准备跳楼，那好歹是一条人命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她其实只是一个缺爱的小女孩。”我妈原本一脸狐疑，在听到“缺爱的小女孩”几个字后，脸刷一下地就黑了。妈，杨婉一次次地破坏我和陆景川的关系，可陆景川还一直觉得对方单纯无辜。陆景川急了：“桑桑，过去我们之间确实因为他产生了诸多误会，可我已经彻底摆脱他了，以后咱们不提他了。”我嗤笑一声，掏出手机给他看杨婉新发的朋友圈。我不想提他，可他不打算放过我呀。那条朋友圈，杨婉放的是他们两人一起拍的9宫格婚纱照，配文很暧昧：“
希望以后每个春夏秋冬都有你。”陆景川脸色大变，说话也变得磕磕巴巴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他会这样。哦，原来这是一条仅我可见的朋友圈。我妈一把抢过手机，嗓门瞬间亮起：“好你个陆景川，混账东西！你平时就是这么对我女儿的？”陆景川还想解释，我妈直接抄起旁边的雨伞，就是一顿乱捶。桑桑，你快帮我跟妈说两句。她不说还好，她一说，我立马就抄起旁边的扫帚砸了过去。啊！陆景川大叫一声，我妈顺势捡起扫帚，用横扫千军的架势把他赶出了家门。陆景川被赶走后，我妈还骂骂咧咧了一上午，骂着骂着他就哭了。妈要是早知道他是这种人，当初怎么都不会同意你陪他跑来这么远的地方，谈了那么多年都不结婚。妈早该发现他不靠谱啊！我妈不断自责，我只好胡乱安慰：“哎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咱不要也罢。妈明个就给你安排相亲。”妈，我才刚分手，咱不用这么着急。我妈以为我是心如死灰，又连忙安慰：“桑桑，你别难过。妈肯定会给你找个更好的。行，随便您吧。”我以为我妈只是气头上随口一说，没想到1个星期后，她还真给我安排了相亲。那孩子说了，结婚后她不会要求你跟她去任何一个城市定居，因为她在全国都有产业，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喜欢的地方定居。我看咱们老家就不错。我妈一边走一边夸，显然是对这个相亲对象很满意。可我只是沈笑，因为我听我妈说，对方年纪和我差不多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条件很好，又迟迟不结婚的，心里多半有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，那人肯定是看不上我的。我之所以答应要来，纯属是因为不想让我妈担心，走个过场而已。然而在见到相亲对象时，我惊得叫了一声：“是你，好巧！”温实验微微一笑，绅士地帮我拉开椅子：“你们认识？”我妈一脸疑惑：“温实验，认识？我和桑桑刚好是大学同学，他那时在我们班很受欢迎。”哎呦，那太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妈乐不可支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找了个极其拙劣的借口，匆匆到隔壁逛商场，留下我跟温实验培养感情。我尴尬道：“你也是被逼的吗？”温实验放下手中的刀叉，正色道：“不是，我是听说相亲对象是你才来的。”我脸蓦地一红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只能埋头吃饭缓解尴尬。温实验见状，立马扯开话题，开始跟我介绍起桌上的菜品。那天晚上，温实验亲自送我们母女回家。路上，我妈问了他许多问题，其中几个还略显刁钻，可温实验都滴水不漏地答上了。下车的时候，温实验还从后备箱拿出了好多大包小包，说是送给我妈的见面礼。我妈嘴角的笑都裂到了耳根，也不管天色已晚，非要拉着温实验进去喝茶。我刚想劝阻，却听温实验应道：“我早就听桑桑说过伯母泡的茶一绝，正愁没机会尝尝呢。”我妈笑着就把他拉进了门，我也准备进去，可刚一转身，我就看到了站在车子后面的陆景川。他脸色铁青，不确定地问我：“桑桑，你这么快就带温实验回家，你们是不是早就好上了？”我心头一堵，讽刺道：“当初我们还没分手，你不是也带了杨婉回家？那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。我是在分手后比你更道德。你……”陆景川语塞，半晌才道：“我已经辞职了，也退群了，以后我不会再玩配音了，和杨婉不会再有任何交集。”哦，我心中已经没有任何波澜。陆景川继续道：“
以前我以为我是真的很喜欢配音，可是自从你搬出来后，我发现没有你，一切都毫无意义。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以后不用再跟我说这些。我转身就要进屋，桑桑，你等我把话说完。陆景川拦住了我的去路，接着道：我承认，过去很多事情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太好，我也承认，我过去对杨婉确实颇有好感，可那都是因为她长得太像大学时候的你了。不，她只是外貌有点像你，她性格热烈张扬，和你完全不一样，这让我又觉得很新鲜，所以我才会一时鬼迷心窍。可我真的不爱她，我觉得很恶心，忍不住戏谑。陆景川，你别这样说，要是杨婉不小心听到了，我怕她又会跳楼，她爱跳就跳。陆景川突然大吼一声，我吓了一大跳。对不起桑桑，吓着你了。我其实是想跟你说，她威胁不了我，以后我不会再管她的死活。我们能不能？不能。我打断了他的话。太晚了，陆景川，我曾经也不是没给过你机会。如果当时你没有在民政局门口弃我而去，我们或许还有未来。可是现在我想清楚了，就算没有杨婉，你以后还是会遇到其他和我长得像的人。你这个人根本就不值得我再赌一次。不，桑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陆景川扑通跪下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泪落在了我手背上。我抽出手，冷漠道：太晚了，你回去吧。不，你要是不原谅我，那我就跪在这里不走，随你吧。我转身关上了门，一进屋，我就听到我妈和温实验在厨房窃窃私语。桑桑过去这段感情处得很不愉快，估计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出来。我妈叹息一声，温实验笑道：没关系，阿姨，我很擅长等人，况且我已经等了他那么多年，不介意再等上个3-5年。我心头一涩，想不到我为爱冲锋陷阵的这些年，还有一个人一直站在原地等我。你小子！我妈嗤笑一声，你愿意等3-5年，我还不愿意呢。两人说话间，门窗突然啪的一声被风给吹开了。哟，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？我妈走到窗边关窗，那视角刚好可以看到外面跪着的陆景川。他脸色一沉，转头对温实验道：雨太大了，今晚你就睡在这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温实验迟疑，没关系，家里有客房。我顿了片刻，继续道：还是你不愿意？我愿意。温实验喜出望外，说话都结巴了。我忍不住笑了。人生苦短，我愿意给温实验一个机会，也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番外，陆景川在雨中跪了一夜。第二天出门的时候，我妈故意弄了个火盆，非逼着我和温实验从上面跨过去。桑桑！陆景川一看到我就激动地站起来，可他没走2步，整个人就栽到了地上。陆景川，这毕竟是一条人命，我可不想摊上麻烦事。可温实验却误会了，他蹙起眉头，将我拉到一旁。我来。温实验走到陆景川面前，先拍了几张照片和视频，然后转头冲我道：桑桑，有人跌倒可不能乱扶，以免他讹上你。我忍不住扑哧一声，温实验脸色才缓和下来。陆景川淋了一夜雨，是发起了高烧才晕倒的。温实验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，临走时还提醒我，把照片和视频发给关心他的人，自然会有人去医院照顾他。我想都没想就发给了杨婉。不一会儿，杨婉就回了我一句：你不配得到木槿的爱，你不配。我笑笑不说话，把他给拉黑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天下午有个微信名叫吃瓜群众的人给我发了好友申请。起初我还以为是陆景川或者杨婉的小号，可那人却说
他是配音群里的吃瓜群众，想给我看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我有点好奇，就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。吃瓜群众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刚从病床上苏醒的陆景川向周围众人吼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带来医院？杨婉，我们不带你过来，你就死在别人家门口了。”不会，兰桑不会让我死的。陆景川喃喃几句，突然转向杨婉，而且我宁愿死在那，也不想像现在这样面对你这张脸。木槿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陆景川冷哼，我早该这么对你，像你这种绿茶婊，就不配得到任何人的关心。好，杨婉退至窗边，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那我就死给你看好了。不等杨婉说完，陆景川突然窜下床，薅住了杨婉的头发，硬生生把她拖到窗台上。你他妈想死我就成全你，救命，救我！杨婉惊恐万分，好在周围的人把陆景川给拦了下来。杨婉缩在墙角抽噎，陆景川看向他的眼神全是厌恶。你毁了我的生活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我退出视频，给吃瓜群众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以后不用再给我发这些，因为我已经放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